段时间在我们后台里面有很多网友都会问到，10万级的 SUV 选谁会比较好？那其中呼声最高的无疑就是哈弗 H6。当然也有网友会问了，50在前不久才刚推出的50全球银标下的首款战略车型50星辰，它到底怎么样？从账面实力上来看呢，50星辰的确也有着不错的综合实力。相信大家都想知道这两位能力者之间到底谁会更加适合，因此今天我就特地把他们两个都找来一场硬碰硬的对比。先来聊一下两车的一个外观设计啊，外观对国内很多消费者来说呢，都是购车时所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。那先看一下 H6 国潮版它的整体基调是围绕着第2代 H6 而来的。那相较于上一代车型，它其实会多了一些运动的元素，但整体的风格还是偏向于成熟以及稳重。H6 国潮版的尾部设计呢，同样是围绕着运动感展开的。贯穿式的尾灯是现在非常常见的一个设计了，而下方是一个双出排气的装饰，真正的排气呢，其实被隐藏在了保险杠的里面。再来聊一下星辰的一个外观设计。50星辰是50全球银标旗下的首款战略级 SUV， 它采用的是一个异动美学的设计理念，整体风格是年轻时尚，飞翼式的大灯，熏黑的中网，再加上50银标来进行点缀，整体会看起来相当的精致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星辰还选定了轻奢的莫兰迪色系来做车身颜色，共有5款颜色可以选，在温婉中还是透露出不错的高级感。星辰的车尾设计呢是与前脸相呼应的，大量的立体线条令整个车尾看起来很有层次感，而横向平直的线条呢也令车尾看起来会更加的稳重。总的来说，两台车的设计可以说是各有千秋。在哈弗 H6 国潮版上面呢，它的设计会偏向于保守，但总体来说呢，也能给一个成熟的感觉。而50星辰呢，则更显得年轻时尚，非常对我们年轻消费者的胃口。下面我们来说一下两车的一个智能交互系统啊。哈弗 H6 国潮版的智能网联系统呢，集成的是腾讯车联 TAI 3.0 的功能，支持海量的应用下载，具备了一定的拓展性。而且这套系统呢，还支持一个车载版的微信，可以实现信息在手机和车机上面的无缝流转。在语音交互系统上面呢 ，H6 国潮版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可圈可点。这套系统呢是可以支持多人对话、语音打断等等的。那而且地图还可以跟语音交互相结合，多个图景点一句语音就可以实现，使用起来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。50星辰可以说是上来就放大招，这套由上汽通用50自研为主的 LinOS 灵犀系统，是一套集成了像博泰、施必驰、科大讯飞等国内优质资源开发而来的全新的开放智能生态系统，有如此多的优质团队给它保驾护航。那同时 LinOS 还是一套成长型的一个系统啊，随着不断优化的生态模式，它未来是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的。在系统的使用价值以及可靠性上面，它肯定是不会错。LinOS 灵犀系统的温馨呢，莫过于它搭载了全球首个 3D 实时渲染的车载助手小5跟小0。那如果我们直接呼叫它的话呢，它是会在屏幕上以各种的表情跟动作来跟我们互动的。当然了，光有会动的专属 IP 呢，肯定还是不足以满足我们消费者的需求的。那 LinOS 灵犀系统还内置了科大讯飞的语音助手，语音是由我们的声优三星去录制的。这套语音助手不仅互动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还可以实现可见即可说，以及同时发送多个指令。那接下来就是要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打开车窗，打开天窗，打开雨刮器。说到导航 ，LinOS 灵犀系统的导航呢，也可以说是功能满满，像实时的一个路况信息显示啊，个性化的一个路线规划、组队出行等等，你都能在它身边找到。那为了配合我们的微信用户，这套导航呢，还可以支持微信分享定位，去直接启动一个目的地的导航。除
除了上述说的功能以外呢 ，LinkOS 0C 系统还支持像酷我音乐、网易云音乐、喜马拉雅电台等主流的在线平台生态。另外还支持 ETC 的一个接入。通过对比，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呢，相比于 H6 国潮版上面的智能网联系统 ，LinkOS 0C 系统在社交生态以及语音交互上面呢是更胜一筹的。同时，系统还有专属的 IP 陪伴，令整个系统看起来会更有温度。在前排体验完两台车的智能交互系统以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到车的后排去感受一下两台车的一个乘坐空间表现。虽然 H6 的尺寸在同级车当中呢确实是有一定的优势的，但在直接决定纵向空间的轴距上面呢 ，H6 的表现是不如50星辰的。新车的轴距已经达到2750毫米，确实是非常能打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H6 国潮版的一个后排空间表现了。我的身高是1.85米，前排是一个我的标准坐姿。那此时我在后排大概还能获得1拳3指左右的一个腿部空间，而头部空间大概还有4指左右。那表现只能说是中规中矩。另外 ，H6 国潮版的全系车型采用的都是这种仿皮的座椅，还记得老款 H6 上用的可是真皮座椅。它的后排座椅靠背角度呢是不支持调节的，多少还是会显得有点不太贴心。接着再来看一下新城的一个后排空间表现，前排座椅依旧是我的一个标准驾驶坐姿，此时我在后排仍能获得2拳以上的一个腿部空间，而头部空间也有1拳以上，表现真的是相当不错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新城的座椅面料还经过了加厚的处理，采用的是1毫米的 PVC 材料涂层，再加上10毫米的一个海绵厚度。另外，它还用了这种双缝线的一个行缝工艺，摸起来真的是相当的柔软。新城的第二排座椅呢，也是支持着靠背角度调节的，最大的一个调节角度呢，可以达到130度，后排乘客可以非常轻松的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坐姿。同时呢，后排中间地台呢还是一个平坦的设计，那中间乘客的乘坐舒适性也是完全有保障的。最后再来对比一下两车的一个动态表现，其实两台车用的都是一个 1.5T 的发动机。我目前正在驾驶的 H6 国潮版呢，用的是124千瓦的一个 1.5T 发动机，与之匹配的是7档的一个双离合变速箱。那这套动力呢，其实动力储备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，而双离合变速箱也赋予了它一定的爆发力，开起来还真的挺运动的。但由于整个动力输出不算特别的线性，因此在油门控制上面呢，我们要显得特别的小心，不然就会出现穿车的情况。接着再来聊一下新城的一个动态表现。其实要论动力输出的平顺性的话呢，新城无疑是更胜一筹。它的整个动力输出非常的绵密，很容易上手。另外在 MH 性能上面呢，新城的表现也相当不错。根据我们实测，在时速60公里左右时，车内的噪音值呢仅仅在60.3 dB， 表现还是相当可以的。另外，新城还配备了来自荷兰 Koni 的 FSD 减震器，那这套减震器呢，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，实时去自动调节这个阻尼，能兼顾舒适性以及驾驶的乐趣。在这场对比当中呢，两台车可以说是各有优点啊。哈弗 H6 国潮版在智能交互系统上、动力总成上以及空间上面呢都没有明显的短板，表现非常的均衡。而新城的 LinkOS 0C 系统的表现呢，则更让人感到惊喜，交互能力强，反应速度快，功能还特别的丰富。另外，在空间以及颜值上面呢，新城都有不逊于 H6 的表现，而在座椅舒适性上面，新城还要更胜一筹。那最后再说一下价格，新城的售价仅为6.98万到9.98万，这价格呢是要比 H6 还要更低的，因此在性价比上面，新城还是要优于 H6。